在印度东部的海图上，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之间散落着一串不太起眼的岛屿，它们距离印度本土上千公里，与东南亚大陆隔海相望，却长期处在主流世界的视野之外。这片群岛被称为安达曼群岛。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并不偏僻，它位于重要的海上航道附近，周围海域自古就有商船往来。但奇怪的是，在航海史、殖民史和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安达曼群岛却始终保留着一种近乎停滞的状态。并不是岛屿难以抵达，而是岛上生活着一群刻意与外界保持距离的人。在安达曼群岛的原始森林和海岸线上，至今仍然存在着多个原住民部落，他们不使用文字，不从事农业，也几乎不参与现代社会的任何体系。对他们而言，岛内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些部落中，有的已经与现代社会产生了有限接触，有的却依旧对一切外来者保持极端警惕，甚至用武力驱逐靠近的人。同样生活在一片群岛上，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生存路径。加洛瓦人是安达曼群岛上为数不多仍然坚持传统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却又被迫与现代世界发生接触的部落。他们穿着 T 恤，使用金属工具，却依然住在森林中，用弓箭捕猎。而森提奈人则生活在北绍宾岛上，至今拒绝任何形式的外来接触。靠近他们的船只会被舰师警告，闯入岛屿的人可能再也无法离开。而外界常常把这些部落称为原始人，把他们的生活当作一种猎奇的存在。想要了解安达曼群岛上的这些部落，不能只从落后或神秘入手，需要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这片群岛究竟有什么秘密，又是什么样的环境，让这些人能够在现代世界之外延续自己的生活方式？本期我们将走进安达曼群岛，探索部落和部落之间，部落和世界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安达曼群岛位于印度东部海域，处在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的交界地带，向西是印度本土，向东则是缅甸和东南亚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并不算偏远，反而处在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重要海域。但真正进入群岛内部，就会发现这里并不适合大规模人类活动。安达曼群岛由3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绝大多数无人居住，岛屿之间被珊瑚礁、浅滩和复杂的洋流分隔，即使在现代条件下，航行也并不轻松。群岛的地形以原始热带雨林为主，岛内山地起伏，植被密集，很多区域至今没有被系统勘测，更谈不上开发。对外来者来说，这里并不是一片容易进入也不容易停留的土地。气候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安达曼群岛全年高温潮湿，雨季漫长，强降雨和高湿度让长期定居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极高。对依赖自然资源生活的部落来说，这种气候反而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海洋、森林和河流共同构成了一套可持续的生态系统。这种自然环境使安达曼群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既无法成为农业文明的核心区域，也不适合大规模殖民。殖民时期，英国虽然在群岛上建立过流放地和港口，但真正深入岛内的活动非常有限。对原住民部落来说，这种半隔离的环境反而成为一种保护。森林阻挡了外来者的深入，复杂的海岸线限制了频繁接触。即便到了今天，许多岛屿仍然处在法律和行政意义上的禁入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安达曼群岛成为世界上少数仍然保留狩猎采集部落的地区之一。这里不是被刻意保留下来的原始世界，而是在地理和自然条件作用下延缓了现代社会的全面进入。安达曼人并不是一个部落或民族，也并非生活在群岛上的原住民都属于同一个族群。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方便使用的统称。安达曼群岛上的原住民至少可以分为多个彼此独立的部落，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岛屿和森林区域，
彼此之间也并非始终保持联系。历史上，安达曼群岛的原住民主要包括大安达曼人、翁奇人、加洛瓦人以及森提奈人。这些部落都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但在与外界接触的程度上却呈现出明显差异。大安达曼人曾经是群岛上人口较多的一支，但在殖民时期与外来者的频繁接触使他们遭受了疾病和社会结构破坏。到今天，这一族群已经几乎消失，仅剩下少数后代，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翁奇人主要分布在小安达曼岛，人口数量极少，他们同样经历过外界接触，目前处于高度依赖政府保护和供给的状态，传统生活方式保存有限。相比之下，加洛瓦人和森提奈人则成为外界关注最多的两个群体。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更原始，而在于他们对现代世界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加洛瓦部落生活在安达曼群岛中南部的森林地带，人口大约在数百人左右。他们至今仍以狩猎采集为主，但已经无法完全避免与外界发生接触。公路、游客和偷猎者让他们的生活边界不断被打破。森提奈人则居住在北绍宾岛上，这个面积不大的岛屿几乎完全被列为禁区。森提奈人对任何外来者都保持极端警惕，用弓箭驱逐靠近的船只。他们是世界上少数仍然坚持彻底隔绝生活方式的人群之一。同样生活在安达曼群岛，同样以狩猎采集为生，加洛瓦人与森提奈人却走向了不同的现实处境。加洛瓦部落主要生活在安达曼群岛中部和南部的原始森林中，他们的活动范围分布在一片连续的森林地带内。这片区域曾经几乎没有固定道路，但随着行政管理和旅游开发的推进，一条贯穿森林的公路逐渐成型。正是这条公路让加洛瓦人的生活边界第一次被持续性的打破。从生活方式上看，加洛瓦人仍然保持着典型的狩猎采集结构，他们不从事系统农业，也不饲养家畜。野猪、蜥蜴、海龟以及各种鱼类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森林中的水果、坚果和蜂蜜则构成了日常饮食的重要补充。狩猎和采集通常由家庭或小群体完成，男性负责狩猎，使用弓箭和长矛，女性则更多从事采集、处理食物和照顾孩子的工作。这种分工是部落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在衣着方面，加洛瓦人过去几乎不穿衣物，仅在特定情况下使用简单遮体，但随着与外界接触增多，一些人开始穿上 T 恤、短裤，甚至使用塑料制品。居住方式仍然保持传统，加洛瓦人搭建的住所通常十分简易，用树枝和树叶围合而成，方便拆除和迁移。他们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一旦周边资源减少，便会转移到新的区域。这种流动性是加洛瓦人生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公路的出现使部分迁移路线被切断，也让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在固定区域内活动。加洛瓦人与外界的接触更多是被动的接触，游客、偷猎者和施工人员频繁穿越他们的活动范围，有些人会停下来拍照、投喂食物，甚至试图与他们互动。这些行为看似出于好奇或善意，却对加洛瓦人的生活产生了持续影响。加工食品也逐渐进入他们的饮食结构，酒精和烟草也开始出现。这些变化横冲直撞地就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加洛瓦人对外界的了解是碎片化的，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融入了现代社会。他们仍然生活在森林中，却已经无法完全按照原有的方式生活。传统与现代在加洛瓦人的日常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特别是加洛瓦部落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原始部落，家庭结构也是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婚姻并不以仪式为核心，也没有复杂的程序。男女之间的结合更多基于部落内部的认可和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一旦双方开始稳定的一起行动和分担生活责任，婚姻关系便被视为成立。婚姻年龄通常较早，
年轻男女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承担起成年人的劳动角色后，便可能进入婚姻。这种安排与狩猎采集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密切相关。在家庭分工上，男性主要负责狩猎和对外活动，女性则承担采集、处理食物、照顾孩子等工作。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运作之中，家庭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女性的劳动与组织能力。生育在加洛瓦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孩子不仅是家庭成员，也是部落未来的延续。婴幼儿通常由母亲和其他女性共同照看。加洛瓦人对族群纯粹性有着严格的认知，部落内部普遍不接受与外来者通婚，这种态度更多出自对外界疾病、冲突和社会失衡的长期警惕。正因为这种观念在与现代社会发生接触后，冲突开始显现。曾经发生过外来男性与加洛瓦女性接触并生育后代的事件，引发了严重后果。2015年，有个加洛瓦女子生了个孩子，这孩子皮肤颜色比当地人浅，一看就有外来人的血统。最后这孩子马上就被自己部落里的人杀害了。更让人心里不好受的是，警察知道是谁干的，却不能抓人。为什么抓不了呢？因为在这个部落的传统里，杀死这种不纯洁的混血孩子是一种仪式，法律在这儿就不起作用了。混血婴儿不仅被部落视为灾难，更是以极端手段处理掉了婴儿。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传统规则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巨大差异。随着外界接触的持续增加，加洛瓦部落原本稳定的家庭和规则体系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外部，也逐渐渗透进部落内部。造成这样的困境，你一定想不到，仅仅是因为一条连接部落和外界的公路。这条公路贯穿安达曼群岛中部森林，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连接行政区域和军事设施，但它不可避免地穿过了加洛瓦人的传统活动范围。从那一刻起，加洛瓦人第一次被持续、频繁地暴露在现代社会的视线之中。公路修通后，车辆开始定期经过森林，游客坐在车内，透过车窗观察、拍摄路边出现的加洛瓦人。在某些时段，这种观看甚至变成了一种固定项目，有人专程前来，希望亲眼看到原始部落。安达曼群岛的原始生活吸引了不少游客，数百游客每天从凌晨开始排队，乘车穿过加拉瓦部落的丛林。按规定，该部落的成员应该接受严格的印度法律保护。部落居住地的大门上写着，禁止向加洛瓦人提供食物，禁止拍照或录像，否则将面临法律诉讼，包括没收照相设备，甚至还要求一群袒露上身的土著女孩向游客展示舞蹈。土著女孩们刚开始并不乐意，但听说能获得食物后，开始扭动身体。随之而来的，游客向半裸的土著扔食物，并要求对方跳舞。香蕉、饼干、零食被当作善意丢向路边的加洛瓦人。对游客来说，这可能只是短暂的互动，但对加洛瓦人而言，却改变了获取食物的方式。加工食品逐渐进入他们的饮食结构，这些食物获取容易，却缺乏营养，也打破了原本以狩猎和采集为核心的生活节奏。一些人开始在公路附近停留更长时间，等待车辆经过，而不是进入森林寻找食物。更严重的问题是疾病风险。加洛瓦人对外界常见疾病缺乏免疫力，简单的感冒、麻疹都可能在部落中迅速传播。历史上，安达曼其他部落的人口锐减，正是从频繁接触开始。除了健康问题，尊严问题也逐渐显现。游客拍照和围观，指挥部落成员做出动作，这种行为在无形中把加洛瓦人推向了一种被展示的位置。外界将这种现象称为人类动物园。法律层面上，加洛瓦人是受保护的原住民，禁止与其发生非必要接触，但在现实中，监管难以覆盖每一次经过公路的车辆。这种保护往往停留在纸面。对加洛瓦人来说，他们既没有主动选择融入现代社会，
也无法彻底拒绝外界进入。公路切断了迁移路线，也带来了持续干扰。他们被迫生活在一种夹缝状态中，无法拒绝，也无法真正融入。这种状态逐渐侵蚀着原有的生活结构，传统规则失去部分约束力，新规则又尚未建立，部落内部开始出现依赖、冲突和不稳定因素。而同意做岛的另一个部落，也许是出于对外界新奇生活的抵触，又或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保护，选择了完全拒绝外界。他们就是森提奈人。在安达曼群岛的最西部海域，有一座面积不大的岛屿，名为北哨兵岛。它被珊瑚礁环绕，海岸线复杂，船只难以靠近。长期以来，这座岛屿被列为严格禁区，禁止任何未经许可的登陆行为。岛上生活的是森提奈人，与加洛瓦人不同，森提奈人几乎没有与现代社会发生过持续接触。他们使用的工具仍以石器、木器和骨器为主，狩猎、采集和捕鱼构成全部的生活来源。从已知的观察来看，森提奈人的生活方式与早期安达曼原住民高度相似。他们不发展农业，也不饲养动物。岛上的森林、海岸和浅海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鱼类、海龟、小型动物和野生植物构成了基本饮食结构。居住方面，森提奈人搭建简易的住所，多位于森林边缘或靠近海岸的位置。这些住所便于观察外来动向，也方便迅速撤离。生活节奏完全由自然环境决定。森提奈人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外来者的高度排斥，无论是渔船、科考船还是直升机，只要进入岛屿附近海域，往往会遭到弓箭警告。在他们的认知中，任何陌生人都是潜在威胁。这种态度并非无缘无故。历史记录显示，安达曼群岛其他部落在与殖民者接触后，迅速遭受疾病和社会崩溃。森提奈人很可能通过观察或其他部落的描述，意识到外来接触的危险性。与加洛瓦人不同，森提奈人几乎不接受任何外来物品，即使曾有政府部门尝试通过投放礼物建立联系，也未能形成持续接触。这种拒绝使他们在物质上保持了高度自给。早在60年代，印度就想靠近北哨兵岛上的森提奈人。1967年的时候，印度的人类学家潘迪特跟当地的官员、警察还有海军啥的一共20人跑去了北哨兵岛。那时候这岛上大概有80到100个居民。这一回他们挺幸运，没碰上森提奈人，于是就能上岸了，还顺着小路瞧了瞧他们住的屋子，瞅见屋子里正生着火呢，还有烤鱼跟水果啥的，地上到处都是弓箭和矛，再加上一些手编的篮子。他们就拿走了一部分弓箭和矛，然后把椰子、金属容器还有塑料容器之类的给留下来了。后来他又多次去到北哨兵岛，可老是碰到森提奈人，每回一接近他们，森提奈人就会特别强烈的抗议。潘迪特他们用了另一种办法去接近人家，每次都拿些对方喜欢的礼物，放下就走，表明自己没啥恶意。到了1991年，森提奈人总算让他们靠近了，从他们船里拿了椰子，可森提奈人还是不让他们登上岛。不过后来呢，森提奈人对外面来的人的态度突然就变得很差，根本不让外来人靠近了。这时候印度对当地土著的态度也变了，决定不靠近他们了，还把他们生活的那块地方划成禁区，连印度海军都不能太靠近北哨兵岛。可还是有人不管禁令，非要闯进禁区，结果就被当地人攻击了。2006年的时候，有2个渔民不小心走进了北哨兵岛，然后在睡觉的时候被当地的人给弄死了，他们的船也被砸坏了。2018年的时候，美国有个牧师打算到岛上去传教，结果在沙滩上就让当地人给射死了，可印度官方竟然连把牧师遗体弄回来都没法保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极端排外正是他们能够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在拒绝一切外来接触的同时，他们也避免了疾病传播、文化冲击和资源依赖。森提奈人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紧绷的防御状态，他们通过持续的警惕、
守住了岛屿边界，也守住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与加洛瓦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生活在安达曼群岛，同样面对现代世界的逼近，森提奈人走向了彻底隔离的道路。这种道路是否更安全，是否能够长期维持，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答案。与加洛瓦人相比，森提奈人的人口规模虽然始终不大，却保持着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因疾病导致的人口骤减，也没有明显的社会结构崩解。这种稳定并非偶然，最关键的因素是疾病。森提奈人长期与外界隔绝，几乎没有对现代常见传染病的免疫能力，一旦发生持续接触，哪怕是普通感冒、流感或麻疹，都可能对整个族群造成毁灭性后果。历史上，安达曼群岛其他部落的人口锐减，正是从这种接触开始。森提奈人对陌生人的高度警惕，可以说是一种防疫策略。通过彻底拒绝接触，他们在无意中避开了最致命的风险。相比之下，加洛瓦人由于长期暴露在外界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外来病原体，即便有医疗干预，疾病对部落结构的冲击仍然存在，而且这种冲击往往是反复出现的。第二个差异来自资源控制。森提奈人不接受外来物品，也不依赖任何外界供给，他们的食物、工具和生活节奏全部来自岛屿本身。这种高度自给使他们不需要调整生活方式去适应外部规则。而加洛瓦人在公路出现之后，逐渐接触加工食品、金属工具和外来物品，一旦依赖形成，原有的生活节奏便难以维持，资源不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生存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加。第三个差异是边界的清晰程度。北哨兵岛的边界非常明确，珊瑚礁、禁航区和森提奈人的武力警告共同构成了一道难以突破的屏障。外界知道这里不能靠近，这在客观上减少了接触机会。加洛瓦人的活动区域则被公路切割，边界变得模糊，外界可以随时进入。这种持续但不可控的接触使部落处在长期干扰状态中。当然，并不是说森提奈人和部落的成功存活是主动排斥外来文化冲击的成果，他们的排外并非出于敌意，而是一种对未知风险的本能应对。从结果来看，彻底隔离为他们争取了时间，但这种状态能否长期维持，仍然取决于外界是否尊重他们设下的边界。当把森提奈人与加洛瓦人放在同一片群岛中对照，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接触是否文明，而在于接触是否可控，而这也正是安达曼群岛所呈现出的现实难题。加洛瓦人的经历说明，一种被动、零散的接触并不一定带来改善。公路、游客和善意的投喂看似无害，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生活结构，也削弱了原有的生存能力。当传统规则被打破，而新的规则尚未建立，混乱便成为常态。森提奈人的选择则更加决绝，他们用拒绝换取了时间，不是因为他们更强大，而是因为他们更清楚外界的到来并不总是礼物。有些文明不需要被拯救，有些部落真正需要的只是不被打扰。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点赞、关注、收藏，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